那些年妈妈不让买的零食，可以玩的零食玩具。积木糖果，小时候要是有这种积木糖果，那我做梦都能笑出猪叫声。可是我妈说，你说水长这么大了还玩这种积木？我妈果然不懂，童年的缺失需要长大后拼命弥补。你看，公主被困在城堡里，等我们来英雄救美。可是这芭比公主有点任性，非得从屋顶出来。看她这么可怜，我们给她换换衣服，最后连礼服都换上了，还是丑里丑气，适合拿去送闺蜜。打开另一个门，就能拿到城堡珍藏的糖果。拿到糖果的瞬间，我都吓傻了。这是小熊软糖吗？怎么进了趟城堡变成这副鬼模样？勉为其难试了一下，竟然还不错，是可乐味的，口感很软。糖果吃完，城堡玩腻了，还可以把它送给熊孩子，让熊孩子住进城堡里，世界瞬间就清静了。真的吗？投篮机糖果，我妈说我天天在家不运动，以后肯定长不高，吓得我赶紧去小卖部给自己安排了一只投篮机。有了这个投篮机，在家躺着也能运动了。就我这个投篮技术，不能说百发百中，但也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。连隔壁的二狗子都说了，我就是安门村篮球的希望。我妈说这是瞎扯淡。难怪你长不大，就你买的这个东西，人家隔壁3岁小孩都不玩。3岁小孩不玩，那是因为技术不行。看我来个篮球绝杀，篮球都给扣死了。必须奖励自己吃个糖，打开一看是果冻条，吃起来酸酸甜甜，真不错。多炫几根，肯定能长高高。哎呀，我已经是4岁了，你不要这样耍我嘛！迷宫糖果，小时候最喜欢玩各种迷宫游戏，花9块钱买了这个迷宫糖果。我妈问我怎么又乱买玩具，我说迷宫是买笛子的时候送的，买笛子送迷宫，学习起来更轻松。我妈又问糖果哪来的，我说买迷宫送糖果，吃完不上火。我妈无话可说走了。终于可以安心玩会迷宫了，就是玩来玩去怎么也找不到出口，是不是买错了？玩砸了。寻宝箱糖果，小卖部老板说了，这款是糖果盲盒，需要解锁每个门才能吃到糖果。我就喜欢这种需要动脑的糖果，一看就是专门为高智商人士量身打造的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都不用5秒钟，我就解开了所有的锁。不过让人费解的是，我没有找到糖果，难道是我的智商不够吗？我妈问我花了多少钱，我说20，结果她说，我看你这个智商啊，就是500块掉地上摔成了2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人知道吗？流体熊，没想到之前很火的流体熊，小卖部也有卖，而且还是可以吃的流体熊。2支果酱笔，1包跳跳糖，再加一个盘子，就到了我发挥艺术细胞的时候了。把灵魂果酱注入小熊的身体，小熊的气质立马就与众不同了。我妈问我在干嘛，我说在涂鸦，她又问鸭在哪。果然越伟大的作品，能看懂的人就越少。最后再给这个躺板板的流体熊撒上灵魂跳跳糖，伟大的艺术品就诞生了。重点是这玩意涂完还能吃，又艺术又环保。魔法棒，小的时候谁不想要一个魔法棒呢？花13块给自己买了一根7彩魔法棒，我妈一看就说，这魔法棒要是能让你考100分，别说1根，100根我也给你买。其实我也不想乱花钱，可是这魔法棒里有糖果，不仅如此，它还能发光。晚上带着它出门，哪个小孩看了不迷迷？这狗见了都得退避3尺。我妈说很好。刚好最近家里的打火棒丢了，我看你这个魔法棒拿起来还挺顺手的啊。咖啡机饮料，听说咖啡这种东西喝了就能提神醒脑，最近刚好犯秋困，赶紧给自己安排一台全自动美式咖啡机。把盖子打开，拿出里面的咖啡豆，看起来非常高级，连咖啡豆都是独立包装的。就是这咖啡豆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把它放进咖啡机里，多放几个效果更好。加水，再用筷子进行全自动搅拌，
按下自动按钮，咖啡就出来了。据说老外1天不喝就浑身难受，我也赶紧来试一下。不是我吹，里面全是科技与狠话，喝上一口我能难受1天。